雪山吐蕃法师鸠摩智特地前来拜见少林，还望少林寺各位神僧恕我冒昧之罪。吐蕃法师远道而来，少林上下不胜荣幸，有劳玄生拳指师弟带老衲恭迎贵宾。是。小僧鸠摩智参见少林寺方丈和各位神僧。法师远来东土，实乃有缘，不知驾临敝寺有何指教？小僧听说，少林寺要举办武林大会，还要选出新一届的武林盟主。小僧不才，愿意以所谓的少林寺72绝技，会会中原武林各路英豪。法师并非我少林寺之人，竟然自称兼通少林寺72绝技。不错，72绝技是天竺达摩祖师所创，至今也只有达摩祖师一人身兼72绝技。哼，我少林寺建寺数百年来，只不过有一位前辈高僧能够精通13门绝学，实属空前绝后啊！后人美称他为13绝神僧。法师所言，能够精通我少林72绝技，哼，恐怕是自欺欺人吧。小僧如果没有真才实学，怎么可能在各位高僧面前夸下海口，自取其辱呢？法师并非我少林中人，然摩诃指、般若掌、大金刚拳这几种绝学，是我少林从不外传的绝技，难道法师也精通吗？小僧听说，玄生大师几十年如一日，专攻大金刚拳，不知可否赐教？恭敬不如从命，法师请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！哈哈哈哈哈！小僧这一招叫洛中东应，力道过猛，不能收发自如，还请玄生大师见谅。阿弥陀佛，玄度愿领教法师的摩诃指。据小僧所知，玄度大师的般若掌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。玄度大师，不妨一起赐教吧。小无相功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小无相功？师傅，我觉得这个法师用的招式都是用小无相功催动的，并非少林的内功。好了，虚竹，凭你的武功修行，怎么能看懂这如此深奥的武功呢？你还是少说话为妙。是。奇怪，怎么他用功的法门会是？虚竹，这大金刚拳你见识过吗？没有啊，可是这法师的确用的是大金刚拳，
是力度比玄斗师叔凶狠了很多呀。大师，虚竹，你要去送死吗？怎么样？小僧练这少林72绝技，不是自欺欺人吧？阿弥陀佛，老衲今日才知道，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老衲几十年的苦学，在法师眼中实在是不值一提。少林寺浅水难养蛟龙，福薄之地不足以留家客。法师还请自便。善哉善哉。方丈如此说来，你是承认少林72绝技不堪一击？我看这个“绝”字可以去掉了。法师，今天你已经出尽了风头，何以要如此的咄咄逼人，不留一丝余地呢？小僧是想让方丈承认此事，以便告知天下武林同道，少林寺72绝技有多么的了不起呀！小僧给你们出个主意，少林寺从此解散。什么？你们这些高僧投靠其他寺院，各奔前程吧！阿弥陀佛，出家人早无敬圣争强之念，但法师口出狂言，辱我少林，老衲今日就算舍去性命，也要与少林共存亡。对，共存亡。袈裟伏魔功。方丈，掌门方丈，你没事吧？虚竹，你刚刚的掌力怎么内功如此深厚啊？我刚刚看到法师，他用的不是佛门武功，一时情急，我……小和尚，你说我用的不是佛家武学，你令少林寺绝技置身何地啊？你这不是在侮辱你的方丈吗？没有，我没有侮辱方丈啊！方丈使用的袈裟伏魔功，当然是佛门武功，但法师你用的是小无相功。小无相功，这是道家心法。是啊，方丈，刚刚法师所用的摩诃指、般若掌、大金刚拳和袈裟伏魔功，都是用小无相功的内力催动出来的。弟子在经书上读过，摩诃指要用摩诃指的内力，袈裟伏魔功要用袈裟伏魔功的内力，而法师用小无相功催动这几门功夫，招式虽然一样，但功力是不一样的。不错，难怪老衲刚才觉得有些不对的地方。一派胡言！你们抵不过小僧，就派这个小和尚在这儿胡搅蛮缠，可笑啊！真是可笑啊！如果我用的不是佛家武功，你们为什么刚才看不出来呀？为什么等这个小和尚在这乱说一通，你们才出来应和呀？胡说！师伯祖和师叔祖他们都是佛门弟子，没有修习过道家心法，这看不出来有什么好稀奇的？你好，你一定要在这儿胡说，那就接我一招般若掌。
小无相公，他那里醇厚在我之上。你个臭和尚，你用的是佛家武功吗？我今天来到少林寺，是想领教佛家武功。小僧资质愚钝，这佛门武功只学了2套入门的罗汉拳和韦陀掌。还算你有自知之明。既然不是我的对手，那就退下吧。是，小僧告退。虚竹，你是本派第3代弟子，按说你是没有资格跟法师过招的。但法师万里远来，良机难逢，你就用罗汉拳和韦陀掌这2门功夫，请法师指教几招吧。是。请法师手下留情。师兄，虚竹用的全然不是本派的功夫啊！住手！住手！不要伤他性命。是，主人。少林寺以多欺少也就罢了，怎么还请外人帮忙助阵呢？不是让你们俩回灵鹫宫去吗？弟子放心不下主人，要不是弟子及时赶到，主人就吃大亏了。少林寺几百年的声誉呀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小僧今天算是开了眼界。少林寺还算是佛门圣地吗？如此春色无边呐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可笑，真是太可笑了！法师，这里是少林清净佛门地，你竟然叫2个女子进来胡闹！阿弥陀佛。先听听虚竹怎么解释。回方丈，这2名女子的确跟弟子有关，弟子罪孽深重，有损本寺声誉，请方丈重重责罚。哼，孽徒！孺子不可教也，朽木不可雕也。老和尚，你说话别太难听了。哼，我看你们这些老和尚才真正是愚不可及呢。主人，别做什么和尚了，跟我们回偏满峰吧。都说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我看他们上上下下倒没有半点慈悲之心。你们2个就别在这添乱了。虚竹，这2位女施主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要潜入本寺？回方丈，你们这些老和尚，有话问我就是了。我们灵鹫宫的主人岂是你们说问就问的？就是，我们家主人温和宽厚，我们2个做奴婢的不放心他落在你们这些老和尚的手里，所以才悄悄跟来的。有什么事冲我们来就是。他们虚竹，你什么时候成为灵鹫宫的主人了？此事非同小可，你要立刻给我说清楚。弟子知错，弟子一定一五一十从头细说。
方丈，因为弟子不忍心让无崖子前辈和天山童姥死不瞑目，所以就只好答应2位前辈的要求，做了逍遥派的掌门和灵鹫宫的公主。但这都是弟子一时的权宜之计。弟子一直想要尽快返回少林寺，但这梦姑，弟子是一直念念不忘，还请方丈和3位师伯祖教诲。方丈师兄，虚竹若不是集逍遥派3大绝世高手的神功于一身，又在灵鹫宫的石壁上领悟了上乘武学，他根本不可能击败吐蕃法师鸠摩智的。弟子擅自学了别派的武功，还领着2位姑娘入寺，实在是罪不可赦。方丈，弟子教诲无方，坐下。出了这样的孽徒，恳请方丈重罚。就凭你那点功夫，也想做我们主人的师傅？你们这些出家人到底有没有羞耻心？主剑，不得无礼，还不退下！主人，哎，你们2人再敢多说一句，我就永远不是你们的主人。是主人。方丈，这2位姑娘自幼在灵鹫宫长大，没有下过山，不懂得人情世故。还请方丈和3位师伯祖不要难为他们，责罚弟子1人便是。虚竹此番遭遇，为实大异寻常，此乃本寺私务，外人不得在场。2位姑娘，请便。多谢方丈，还不快走！主人保重。虚竹，你不但犯戒，更改拜他人门下，成为另派掌门，事关本寺1000年清誉。虚竹该当何罪啊？掌门师兄，虚竹其过失虽大，但是他的功劳也不小。若不是他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，击败了大轮明王，那我少林在武林中恐怕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师弟说得不错，以玄度之剑，命他忏悔前非，以消罪业，然后在达摩院中精研武学，从此不得出寺，不得过问事务。师兄，进入达摩院精研武学，是本寺僧人最高荣誉。师兄的建议非但是不罚，反而是奖赏了。以虚竹的武功造诣，进达摩院是无可厚非的。可他的武功属于是旁门武功，少林达摩院是精研佛门功夫，岂能容纳旁派高手呢？师兄说的是有理，虚竹是有功有过，有功当奖，有过则罚，但是这实在难以断论呐。无论虚竹功有多大，他背弃本门，擅自学习旁门武功，少林寺中恐怕再也容不下他了。虚竹仗着武功，连犯4大戒律，本该废除武功，逐出师门。但他的少林功夫早已被人化去，他身上的功夫也并非少林，我们也无权废除。但是依照本寺的规定，必须将虚竹逐出师门。方丈，弟子诚心向佛，无论承受多重的惩罚，弟子都心甘情愿。弟子求求你们，不要把弟子逐出师门，不要！阿弥陀佛。所谓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方丈，我有一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。师兄快请坐，慢慢说啊，别牵动了伤口。谢方丈。眼见就是英雄大会之日，
丐帮的庄聚贤定会被争夺盟主之位，挑战少林。大伦明王也肯定会去而复返，再来巡视啊。师兄是怕少林面对强敌难以招架呀。是啊，这现在正是少林用人之际，请方丈格外开恩，让虚竹戴罪立功。三位师兄弟所言，本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，但虚竹的功夫属逍遥派武学，难道少林寺的安危要靠庞派武学维护吗？以方丈之见，该如何处置呢？阿弥陀佛，我被接成列祖列宗的衣钵，今日遭逢极大的难关，以老衲之见，当依正道行事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倘若老衲与众师兄弟以命护教，以身殉刺，却也问心无愧。方丈高见，愿遵法旨。玄生师弟，在。你身为戒律院的首座，由你依律惩处，不得宽待。是。虚竹，你身犯杀、淫、荤、酒4大戒律，又偷学庞派的武功，擅自担当别派的掌门人，你都承认吗？作何解释？弟子承认，罪孽深重，无可辩解，请师叔祖责罚。你身犯杀、淫、荤、酒4大戒律，应当众受杖100棍，你心服吗？多谢师叔祖慈悲，弟子心服。你未得到掌门方丈和授业师傅的许可，你擅学庞门的武功，从今往后，你应当出教还俗，不能再做佛家弟子。如此处置，你心服吗？弟子无父无母，自幼在少林寺长大。方丈、师伯祖、师叔祖还有恩师，对我是恩重如山。是弟子辜负了你们对我的期望，对我的教诲。虚竹啊，罚你破门出寺，并非对你心存恶念，断你皈依我佛之路。只要你心诚向佛，不管是在哪里修行，总有一天也是能够修成佛的。方丈的教诲，弟子永记于心。慧智，你身为虚竹的授业之师，平日疏于教诲，才酿成今日之祸。惩你重杖30棍，入戒律院面壁忏悔3年，你心服吗？弟子心服。师叔祖，是弟子犯的错，弟子愿代恩师受领30杖责。虚竹，师父，弟子就是死了，也不会让你受罚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重杖虚竹130棍。是。此刻你仍是少林子弟，但是行刑不会手下留情。出寺之后，你是别派的掌门人，与本寺毫无瓜葛，但是本派依然还是会礼敬于你。方丈，弟子有事禀告。启禀方丈，武林各派已到达本寺，正在山门外求见。
各位师兄弟，嘉宾既已光临，所以惩戒虚竹之事，只好暂缓一步，以免怠慢了远客。是。